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南韩最新状况哦。现在南韩的检方限期尹锡悦在21号前要来到案哦，他会再度的就是拒绝招待嘛。我们来看看哦，他讲说呢，检方其实是在16、17连续2天来进行传唤哦。那目前尹锡悦以尚未任命律师来拒绝，检方表示呢，如果他没有在21号前到案的话，就会向法院来申请逮捕令哦。那特别侦查本部现在已经针对了建言总司令、陆军参谋总长呢发出了逮捕令，也以这个涉嫌内乱罪名哦，向中央地区军事法院申请逮捕日前被停职的陆军特战司令这个郭忠根哦。那还现在看到了，包含了像是官邸啊、总统府哦，现在拒收尹锡悦，那这个到案要求书，所以南韩的检调要求尹锡悦18号到案说明，16号早上的时候其实递交这样的一个要求书哦。那现在他们当时官邸是拒收的，所以他就是在做最后的一个抵抗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尹锡悦现在到底这个弹劾案会不会过呢？恐怕是有变数哦，因为南韩的宪法法院呢，他们在27号举行首次就是审前听证会的时候展开这个弹劾案的审理，主审的法官那他其实是尹锡悦所提名的这个郑亨植哦。那现在呢，韩国的媒体讲说，他的个性其实是蛮温和文雅的，实力也蛮好的，那法理的判断也蛮细致的。只不过呢，他是尹锡悦所提名的，所以现在恐怕会有一个变数，万一他驳回的话，这个弹劾案就会再回到国会去哦。那现在韩德洙在这个弹劾案当中，他做出这个裁决前不能任命新的宪法法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哦。那他现在讲说，如果不能够他说应该是说他代理行使这个总统职权，所以现在不能够来更换这个宪法的法院法官。那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李在明啊，就赶紧提出啊，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在野党共同来治理呢？就是现在目前大家对于执政党是有疑虑的嘛，所以跟在野党一起共同治理，恐怕才是现在赶紧稳住南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可能比较定心丸吧，一个主要的一个做法哦。那还有这个韩国的国民力量党呢，现在这个韩东勋已经宣布辞职了。他说他是不后悔表态支持弹劾的，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连执政党内部对于尹锡悦的这种质疑的声浪也都是非常大的。那美日韩的关系会因此走下坡吗？这次看到川普他私人晚宴招待了安倍昭惠，梅兰妮亚也在其中哦，但是他却不见石破茂。因为可能石破茂过去以来好像是跟这个拜登走的比较近一点哦，所以是不是川普也不愿意见他呢？那川普团队是讲说是以法律限制为理由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日本的共同社讲，现在有73%的受访者是担心的，因为韩国这样子动乱的状况，恐怕对于日韩关系接下来会造成一些影响。日本想要赶紧的拉拢川普但是呢，看到了韩国现在却是对比起来，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内政都还没有搞定看到日本积极的动作，韩国现在有一点焦虑他们很担心说会不会接下来他们就在美日韩当中越来越没有发声权了？美韩同盟会变成一个牺牲品吗？尹锡悦他用一种制裁还有这联合军演的方式让美韩现在同步要一致对抗朝鲜，但是因为尹锡悦已经失去了权力了，所以他接下来的外交政策包含像是这个美国建立这个东北亚联盟这样的一些工作，恐怕也会面临到一种瓦解的可能性所以人家讲说尹锡悦遭到弹劾不是因为他的外交政策，但是他的外交政策恐怕也会成为他垮台最大的牺牲品之一。好，这个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这个美日韩这个东北亚联盟，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脆弱的联盟，因为基本上的日本的基因跟韩国的基因就是不合的。那尹锡悦因为太甜美了，就匆匆忙忙就答应这个事情，韩国老百姓并不见得认同韩国里面也有亲美派，也有亲中派的。第二个，韩国也看到了你去报美国，美国给你的这个关税报复、关税跟保护费那韩国经济就会一塌糊涂。那石破茂也是个人，也是个觉得，就是说美国的支持不见得靠得住。俄乌战争里面，美国叫了半天不出兵的嘛，
那日本也在担心呐、所以我讲这个美日韩的三角关系的联盟，现在可以说是没有联盟的意味在里面，只有一个空的名号在那里。那为什么川普不见识破帽呢？因为将来川普要敲竹杠的最大金主就是日本呐、对不对？又要收保护费，又要买军购，又要这个那个，你日本又要我的核子武器进驻，对不对？那日本已经被美国这是第二次坑了。上一次那个美元黄金脱钩就把日本经济衰退了30年，现在再这么一搞，那日本将来这个经济也是很看绿了。所以韩国现在是内乱嘛，那根本我跟你讲，你现在这个暂时代理的那个首长韩什么珠啊，韩德珠，你要不跟在野党共同来治的话，你什么都做不了，所有预算你都过不了嘛。对，那你现在只有跟在野党合作嘛，要不然你尹锡悦不管他是拖一个月，拖180天，韩国的政府还要继续 run 啊，还要再运作啊，所以我看迟早他一定是朝野共治。那要不然你光一个议长你挡不住的，你没办法。所以我一再讲嘛，现在全世界这是叫大乱的。哎，肖兹也下来了，要重新组阁了。马克宏又说不信任案了，对不对？那韩国这样子，以色列又在那个疯狗一样四处咬，这个联合国一点威信都没有，连美国都治不住纳坦雅胡。所以我讲这个乱局已现了，下面就是战局是不是会多起来？这是我比较忧心的。你不要我们在隔岸看观火很热闹，我们自己也是烽火当中。这我们自己也是床底下埋的炸弹，什么时候炸你不知道哎。你有没有看他那个兵推的结果？这些弹头学者怎么能推出来有4次用核武，死伤数亿人？哎，川普这个疯子也不敢接受搞核子大战啊，对不对？第二个好。说我核子弹不打中国大陆本土，打登陆的解放军。哎，我请问台湾同胞，2300万人讹到美国的核弹武器来打，中国的核弹武器在台湾交战，你的下场是什么？打靶都不敢打了，还核弹？对嘛？所以这个兵推啊，我讲什么叫政治性的兵推？它只有一个信号给美国政府，不能出兵。你前面10次都败嘛，5次那个赢还要动用核子武器，美国跟中国都要死伤几亿的人口。好，假定他们过2天又解释，哎，我们不打中国大陆本土，中国也不打大陆本土，就打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那台湾老百姓更惨，对不对？我们进了几颗原子弹？当年金国先生在的时候，为什么除了被美国强行把原子能这个研究所给撤掉了，做发展核弹的撤掉，我们也算过啊，我们的人口太集中啊，南北各1颗就没有了。你打大陆，你打几颗，他这么大。所以当年毛泽东也是跟威胁美国也是讲，我4亿人口，我死一半你就没有了。对，所以这个问题啊，核战武器跟空间有关系，跟人口的密集度有关系。好，接下来请教吴教授。我们看这尹锡悦哦，其实尹锡悦在那次发表那个谈话，我觉得是刺激到所有事情的非常重要。他说是内乱，内乱，你们共同民主党在内乱哈。其实韩国的内政哈，这个乱了一阵子。其实共同民主党在2025年预算上面做了很多动作，哦，他把总共677兆的政府预算哈，他其中砍了4.1兆，特别针对总统、检察院、政府预备金、警察，他就把它砍掉。然后呢，共同民主党又有什么？要是这个弹劾多个高级的检察官，包括首尔的检察厅的中央检察厅厅长。所以他们做了那么多动作，让这尹锡悦是可忍孰不可忍。就他说你们要这样搞，你们是北韩同路人，戒严啊。事情发生这样子哈，刚才虽然讲了哈，这韩德洙势必要赶快要做一个和解，所以今天报纸就写了嘛。李在明说好，我弹劾了这个尹锡悦，我不弹劾你韩德洙，好，我们来谈。他今天讲我不会弹劾总理，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要看说
宪法法庭要该怎么样去做，因为宪法法庭他们说其实6个达成共识就可以把尹锡悦拉下来，问题是6个里面有一个这个今天的轮值的是郑亨直，他尹锡悦任命的，他一定投反对票的嘛，所以代表说他们现在把剩下的3个补齐，召开这个真正的宪法法庭，人数9个到了，再来做这个最后的审理嘛。啊，那我们知道朴槿惠是8票，那时候被赶下来是8票过，对，全票8票过，他被赶下来。在前面卢武铉是宪法法庭他没有过就打回去，卢武铉继续当总统，因为卢武铉那个时候很深得民心，所以宪法法庭没有做动作，没有做动作。但这一次我觉得，如果他们补齐了哈，现在是共同民主党会提2位，然后国民力量党会提1位，补足9位，好来开，我觉得应该最后会过的机会还是蛮大的。那尹锡悦就会继这个朴槿惠之后，再次下台的韩国总统。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来看的就是，其实尹锡悦他本身就是不得自己执政党的人自己不认同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他以前是帮文在寅做事啊，他在文在寅任内的时候帮忙调查了之前的这个朴槿惠跟李明博的贪渎案啊，那是因为他在后来跟这个曹国的事情就跟共同民主党闹翻了，他就退出来。然后呢，选前7个月跑到对方阵营去啊，跑去 PPP 啊，然后帮人家选举，竟然还选上了。他选上最大原因是当时的跟李在明在比的时候，他赢很少，0.7% 而已。他去炒作什么厌女情节、丑女情节，在韩国那个时候厌女情节很高涨的时候，他去戳这个点，让他能用0.7赢了李在明。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想尹锡悦的这个未来不容乐观了。那韩国的内政会乱一阵子，会乱一阵子。好，请教岳老师。这个韩国人表现得很强烈啊，他们强烈的地方是一个在司法，一个在道德啊，这个是大家平常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我觉得，其实讲起来啊，他是咎由自取，因为尹锡悦本身的话呢，16、17号传唤不到，被弹劾之后传唤不到，里面最主要原因，他说他连律师都还没请，他怎么到呢？啊，这个讲起来，说实在话，也确实是有点道理。现在就改延到21号，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司法的这个要检察官呢，是不是表现得太急躁了一点啊？这个是情况。那现在大家对于韩国的预测就会觉得他一定会乱啊，觉得他一定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会面对了很多的挑战。那么这个尹锡悦本身呢，他自己也非常清楚，他始终的话都不认错，就在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到现在还是没有搞得非常清楚。不过呢，目前为止看到了大家最关心的人就是这个宪政法庭先要组成9名这个宪政法官嘛，因为现在只有6名，对不对？因为说在这里面当中的话，那个国会会配合赶快提满，提满当中一定要有6名以上，2/3以上的话呢，他才能够被这个真正的罢免。一旦被罢免以后，他就要开始像平民一样面对了非常多的法律的仲裁。不过我觉得话说回来了，另外一个重点的话呢，韩国的道德意识非常强啊。现在在首尔当中的话呢，就是抗议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而且他自己的这个支持率就是下滑到简直是不用调查的这种结果。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让大家回想起来的回忆这1980年的光州事件之后然后再加上这个长期以来韩国的这种不断的抗议示威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对于美国来讲我觉得美国本身来讲，这确实是因为尹锡悦的表现上来讲非常亲美非常亲日的。那个亲美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他在大卫营的时候那个唱那个 American Pie 的那个时候那个过程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他好像是跟以往的这个韩国总统的作风很不一样。那日本的情况下引发韩国人更生气就是日本的强迫劳工的话呢，他要韩国的企业来赔钱的。那这个对韩国人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奇耻大辱重点从来就不是谁赔钱，重点是这件事情日本要认错要道歉，但日本从来不认错，从来不道歉。那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在尹锡悦一担任总统的时候，居然能够很容易的就度过去了。那这个时间的话呢，对于韩国人来讲是构成了心理很大的伤害。所以李在明的话呢，本身的身世，其实李在明本身也是官司缠身的，他的身世上来讲也未必就是说真的好到什么程度。可是我觉得韩国突然一瞬间之间好像没有人选了那包含这个他们自己原来李在明输的时候就连1%都不到，那现在的话呢就是1%不到。那这个尹锡悦本身来讲，他
不断的让李在明啊，就是他抗议啊、示威啊、绝食啊，然后就继续不断的起诉他，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韩国的两党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协商的可能啊，大家都会觉得说有那种左右共治的情况，他们不是左右啊，他们一个叫做共同民主，一个叫全民力量啊，他们实际上是两个相互抵触。那这个我觉得目前韩国的情况的话呢，这个社会上要找到起码的共识是最重要的，否则这样子下去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韩国本身的性质上，还有它的政治发展都很受影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最近感觉这个川普不断的开口闭口都要提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人家说，是不是在蹭习近平呢？他讲说曾经还跟习近平书信对话，说这个中美会一起解决所有的问题，突然讲得像伙伴一样。但是，先前在选举的时候他是一直要举着这个要关税的大棒要来制裁中国大陆他是在这个海湖庄园举行胜选之后首次记者会，他说近期呢跟超过100位国际领袖通话，大家都打给他还有人要求见他就很受欢迎那还讲说，习近平可能就是不会出席他的就职典礼。被问到这个事情，他说，没有听习近平提起他说如果习想来的话，他也很乐意接待习近平，所以把自己这个脸上贴金贴了很多然后他后来讲说，再次对习近平喊话，他说自己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书信往来一起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吧。问题是这个世界搞乱不就是从你开始的吗？2018年就是你从你开始的这个中美贸易战但是现在讲的一副那种他要来拯救这个世界。那我们来看看他这2个星期已经提了习近平好几回了，包含了我们讲到这个书信往来是第3次，前2次呢，一次是在12月8号说，近日跟习近平通过电话，当时他通话的时间就是12月3号，然后 CBS 专访的时候，他又在提到了说要邀请习近平去参加他的就职大典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玉渊谈天，他引述专业人士讲说，其实现在中美的经济会议在第3例举行嘛，等于说中美的经济领域仍然继续保持着沟通渠道的畅通。那虽然说现在是过渡期，但是有事情仍然会联系的。英国的知名学者他在书中这个彼得诺兰他在书中指出呢，像美国利用新疆、南海、香港、台湾这些被中国大陆视为核心利益的一些领土主权问题发动新冷战，而中国大陆呢则是坚定的回击攻击那这样的一个原则看起来这个美国对华的新冷战注定会失败那还有这个川普这个做法也让大家有点看不懂还记得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是要逼着 TikTok 卖掉，甚至要卖给微软，结果他现在在这一回选举里面尝到甜头啦，靠着 TikTok 这样子打进了年轻人的市场所以他现在讲说对 TikTok 很有好感TikTok 的这个周受资就跑去找了这个川普，也在海湖庄园来会晤那 CNN 的记者在 X 表示，就是川普在美国时间16号会跟这个 TikTok 的行政总裁周受资来见面，但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获得双方的证实但是呢，他已经对外说啦，我对 TikTok 有好感所以让他赢得这场选举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对于 TikTok 的制裁会在川普的手上放缓一点，或者是说有一些转机呢？那另一方面，现在中美在 AI 领域也在开战全球的 AI 基建2028恐怕要超过1000亿美元，根据这个机构调查那孙正义现在押宝了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但是如果熟悉这个科技领域的都知道，之前孙正义就是投资什么什么岛，就是好像有一点就是怎么好像没有押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他现在又看好了美国，不知道是不是美国这一回他能够押得准那我们看到了李开复好像站在不同面向，李开复讲呢，
接下来是中国扬眉吐气的巨大机会，要做出碾压美国的 AI 应用哦。接下来是要应用跟爆发来的时候了，所以这个也是中国大陆大规模这种 AI 公司扬眉吐气的时候。那就连这个前 Google CEO Eric Schmidt 他就讲说，中国人其实很聪明，在 AI 领域绝对不输美国。我们来听一听。With China, where are we? Where's China? Well, I used to think we were a couple of years ahead of China, but China has caught up in the last 6 months in a way that is remarkable.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a couple of the Chinese programs, one, for example, is called DeepSeek, looks like they've caught up. And this is even after these extraordinary efforts by the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withhold high-powered chips. The Chinese are clever, and they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a new kind of intelligence for their industrial might. 对，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 AI 真的发展的挺好的，所以哪怕在这个美国的校园当中都有教授特别要举例讲说好像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会用 AI 来作弊当场被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给回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Throughout the presentation, I noticed that there's only one slide where you explicitly mention the nationality of the researcher. That's about the Chinese students. Mos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very good, which caused the fact that whenever you notice one or two bad people, that nationality especially caught your attention ther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we preserve a good reputation outside this community, but within this community, we also raise awareness on unconscious bias and probably this racist problem. I hope in the future, if you present this again, you can remove that nationality note because that seems unfair for this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对，这就反映出来现在中美的较劲那你看台下这个热烈的掌声，所以也反映出来中国大陆哪怕是学生也会据理力争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晶片这个东西你越逼得中国大陆越紧呢，它奋发向上的这个动力就越强。这个中国的 AI 已经是排名第2了，所以那个教授感觉他赶上来的速度那么快所以这个东西人是逼出来的。当你饿的时候，你就想怎么样奋发向上。你富家公子游手好闲的，他不太会往上走，这是很人性的道理。第二个，川普邀请习近平，那真是要吃豆腐如果习近平来了，那他还得了他最大的潜在的对手就是中国。他们美国最担心就是中国超越他。今天我的对手坐在下面看我这个加冕典礼那川普的身价那还得了世界盟主。但是你要是讲的那个漂亮话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你请习近平过1个月国事访问嘛。对那才像是一个国家对国家的嘛。你叫我这边来，还有风险，不是风险很大嘛？习近平搞不清楚你到底想在给我套什么东西，我回答还是不回答，这都是失分的。国事访问是说谈话内容的双方外交人员里面看过，保险不会出问题的，人家才会接受嘛。像你这么轻浮的，哎呀，我想他。我们以前都有沟通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不确定他会不会来，又给自己打了个预防针，他也知道不会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花钱抬高自己身份，还加了一句全世界100多个贵宾领袖要来，你以为你是唐太宗还是武则天万邦来朝，你有那个本事吗？不要玩这个小把戏，我讲这个叫吃豆腐，你今天你摆得平俄罗斯，你摆得平中国吗？你连俄罗斯都没摆平，对不对？现在你都主张俄乌战争要停了，因为我们要了解川普这个人，他现在真正的重点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要解决他内部的经济问题啦。他对外是收缩的，对内是膨胀的。你看他所有做法，开源节流，砍容机关，裁员，对不对？缩小很多东西，把难民赶出去，把那个罪犯赶出去，他就是要凸显他大破大立的做法。他根本不 care 你们讲他什么东西。一个人像他那么有钱，他还求什么？求个万世名呢，你知道吧？给自己的历史定位，
不管这个改革做不做得成，老子启动了，我也发动了，老百姓有点感觉了，很简单嘛，街头的流浪汉、罪犯、移民的，通通赶出去嘛，毒品抓得凶一点嘛，收的保护费钱多一点嘛，钱多了拿来压制一点通货膨胀嘛，哎，老百姓就很高，老百姓要看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美国的医疗改革也做了嘛，哎，美国人生病很痛苦哦。有时候等那个好医生等6个月，医生还没看，人就挂了。什么好医生呢？对不？他们是你保多少钱的险，看什么等级的医生。我告诉你，你那个穷人保的那个就是比我们讲的乡村医院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川普会做，老百姓也会有感觉。我觉得他4年一定是翻天覆地的搞。对世界的责任他收手了。请教岳老师。那个川普请这个习近平主席来参观他的就职，大家讲了很多了，不想讲了，吃豆腐而已了。那有4个消息非常值得讲。第一个，周受资 TikTok 的这个 CEO 在美国的话呢，他跑到海湖山庄去，这个非常值得注意。海湖山庄是川普的私人住宅啊，没有经过他邀请的话呢，像那个什么石破茂想去的门都没有啊，他能够去的话，当然了，马斯克在里面是不出来了。那个周受资的话，它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讯息非常强烈因为会觉得说是因为美国现在的话呢，国家安全都乱用那个大蒜也会破坏国家安全然后这个什么什么那根本什么起重机也破坏国家安全那这个 TikTok 原来是国家安全，但是的话呢，川普发觉的话呢，这里头做法上来讲，只要对他有利的，他就无所谓了他就不管。那另外的话呢，讲到孙正义的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个细节这个细节是这样，孙正义说我捐了1000亿美元要准备投资美国 AI 然后那个川普说什么？川普说：“我希望你投资2000亿美元。”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那个这个狮子大开口，所以证明川普是个生意人大家心里要搞得清楚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就讲李开复跟那个 Eric Smith 他们所共同讲的概念我觉得美国本身原来科技的发展，长期以来的话。现在基本上大家已经发觉证明了，就是说是中国人的话，或者是黄种人的话呢，对于有关于 AI 的发展，对于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资讯科技的话，好像真的是比较厉害。但是的话，如果你限制了留学生的话，那么他这个如果人去不了的话，他至少在国内发展，国内发展有一个方向。那么发展的话呢，所以李开复跟这个 Eric Smith 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就是说大陆的 AI， 我们自己片面得到的消息也的确如此。也的确如此，就是说大陆本身 AI 是急起直追。现在 AI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AI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管你是 OpenAI 也好，是 ChatGPT 也好，商业化很难目前为止大家都找不出来它商业化的手法，所以听起来的话呢，感觉上就没有办法有那种梦想的那种可能性。然后最后一个消息我在这边强调，这是发生在美国非常重要的学校 MIT 这个学校里面当中，底下里面的人当然有很多中国学生，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最大的影响的话呢，并不是说什么歧视中国学生而是在你的 slide 当中的话呢，讲到国籍。讲到 Chinese student 讲到 nationality， 他是强调这个问题，这个在英文叫做妖魔化一个群体就这样说，我们平常的话呢，得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敢讲说女人就是男人就是这样，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话，等于是把所有的人全部涵盖在你所讲的东西，你只要有一点点负面，让人家很容易产生联想，这种联想的话就是这种妖魔化的过程产生一个概念架构，把所有的人全部就所有属于这个族群人通通涵盖进去，所以他讨论这个议题，所以这个在美国是极其需要避免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好，请教吴教授。川普这个人我们讲这种交易型的，就是他重视个人的关系，因为他做的外交跟领导人都是我跟你熟你看他讲了嘛，我见了100个领袖都要来找我，都要打电话给我，都要跟我见面习近平我都要叫他来跟我见面这标准的生意人用生意人的关系来做所谓的大国外交未来他都是这样子，所以他旁边的人都是要听他的可是呢，我们看到，可是最重要的是这篇有一个讯息是中美的竞争 AI 川普他不懂 AI 了，那他要去参照，他智囊要参照过去这几年拜登在 AI 上怎么样去掐中国的脖子。我待会整理一下了拜登大概从这个2022年的8月开始禁止这个我们讲辉达跟超微的高阶晶片，不是一般晶片高阶 AI 晶片它禁止2023年的去年的8月呢，它在3大领域，比如说人工智慧然后量子科技，然后再来就是半导体，这3个限制这个用财政部长限制这3个要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然后去年的10月呢，他再次限制 NVIDIA 的高阶我们讲降阶款的晶片去中国大陆。
最后是今年3月呢，它有商务部额外的出口管制，就是什么第三地不可以从第三地进口美国晶片到中国。所以你看到拜登政府时期的 AI 美中 AI， 特别是 AI 的这个禁令上面，它是有循序渐进式。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马上来关注一下哦。这个今天这个双城论坛，大家是一个关注点呐。那特别是听到了上海副市长讲说，接下来要这个上海的团客要恢复来到台湾旅游，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是旅游业者，还有很多人是欢迎这个大陆的观光客赶快回来台湾一起来观光旅游那他说一定会包含台北市双城论坛，他说会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效也算是两岸破冰的一个讯号嘛。但是呢，这样的讯号恐怕是一些比较独派那些人不乐见的。你看到激进党还跑到金华酒店外投影就写一些很不堪的字眼，比方说什么内有共匪中共滚蛋这样的一些这种投影灯就把它打在饭店的外墙上，这也是让饭店业者挺困扰的，甚至他们还冲到饭店里面在那边举牌抗议人家在做生意，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饭店的旅客，但激进党好像也不管这么多，就反正在那边捣乱。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蒋万安他讲说这一次双城其实是负重前行也凸显出来民进党现在的恶意螺旋。赖政府跟绿营侧翼在对两岸交流总喜欢处处讲统战。那今年的双城论坛不只是让两岸人民能够看到双方可以坐下来和平往来，蒋万安还向对岸释放出充满台湾味的文化输出所以这一篇即时短评，联合报的即时短评就说那我们的文化输出在民进党的观点来看，到底谁是统战谁呢？就如果依照民进党的逻辑来说的话，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中美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备战美国的智库 CSIS 他们就是有针对台海来进行兵推，首度纳入了核武发现15次当中只有5次能够击退解放军所以赢面其实并不高，1/3才能够击退他说只有5次能够击退，其中4次双方都没有使用核武，在所有情境当中美方只有1次率先动用核武，另外3次兵推呢美国和中国互相以核武毁灭彼此的城市导致数亿人丧生，还有5次的推演是解放军在台湾立足来这个收尾也就是说这个成功的登陆了。那还有1次是没有明确的结果，所以看起来都是都是两败俱伤，甚至是3方都是损伤非常严重的场面那现在解放军还有一个新的消息他们的电子作战部队近日披露了一个对于美军航舰打击区的攻击目标清单，明确的标记了美军的雷达、感测器还有通讯系统成为未来可能冲突之中电战武器的主要打击对象。那这份报告是由解放军内部的专家撰写首次披露了相关的细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美国的学者呢，他们现在在讲中国大陆对台的5阶段的转变，他说台湾恐怕要改善对于这个解放军讯息的相关透明度因为其实他说最近我们的公布就是说解放军比方说战机的机种飞行的一些路线现在已经是不公布出来了，去年的时候其实都还有公布比方说它飞行的一些路线那他说现在你们公布的讯息就是既没有机种也没有路线，而且中英文版本的数字也不一致所以他就是被美国给批评啦，我们自己对外的讯息其实透明度都不够，然后这个资讯的完整度也都不够，那美国怎么来帮忙呢？他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讯号来批评了一下这个国防部那2027本来不是有美方讲说终须一战嘛，现在美军改口了说很难，他们讲说中国大陆根据他们的观察短期之内应该不会切断台湾4周的贸易通道进行封锁，但是呢可能会用一种变相隔离的方式针对台湾的货船或是渔船来特别登检的方式，可能会是这个取代战争的一个方法，用隔离封锁的方式。那再来看到了这个中美的无人机对抗最近大家关注到说
这个有一些无人机的机群哦，出现在美国多个州的军事基地上空哦，包含了像是新泽西啊、纽泽西啦，然后纽约，还有马里兰，然后还有加州、维吉尼亚州、宾州哦，多达50架。那甚至呢，纽泽西呢，还有一度是48小时之内有3000人举报看到这个神秘无人机哦。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呢？川普讲说这个应该要赶快打下来哦。前 CIA 的官员讲，他可能是政府机密演习的一个部分。那这是由拜登政府精心策划的技术测试哦，目的是为了要测试城市地区的一些防御技术或是侦测技术。这是前 CIA 的官员讲的。川普讲说，那拜登应该要说清楚啊，拜登还有这个政府跟军方应该是知道怎么一回事哦，但是为什么基于一些原因不肯说明呢？应该要尽快向民众说明清楚哦，不然到底是敌是友，就对于美国来说，他们自己就是现在内部有一些恐慌的这种舆论的声音哦。那对比一下，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当然在这次的珠海航展也展现出来他们的无人机的实力哦。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消息，他们在测试高空高速无人机哦，除了从 TB001 无人机投放之外，也从高空气球上来投放。那这些无人机的设计跟2022年首次曝光的 MD-22高超音速测试平台是有关联的。英国的媒体也讲到啦，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无人机挑战美军的领先地位哦，现在搞不好就是已经不是美国领先啦，现在已经是中国大陆的天下了。那英国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他们的智囊团的副研究员，他们讲说，其实这个无人机哦，其实为中国大陆的制造商赢得了这个赶超美军的机会。美国呢，中国现在已经制造试飞了一些僚机无人机哦，目的是为了要跟这个歼20来协同作战。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未来恐怕美国很难跟中国大陆这样子无人僚机这样的一个协同作战的方式来进行对抗。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首先讲两岸这个纯是论坛，因为中国大陆一直主张两岸的矛盾问题透过交流来化解，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交流。相反的，民进党这个政府呢，就处处要阻挡这个交流。其实这个里面暴露出来，你这个政府对交流有这么害怕吗？来的人能够蛊惑台湾的人心吗？对不对？什么东西扣一个统战的帽子？10几年前我当立委的时候，到大陆访问的时候，王毅亲自带我到统战部去参观。他说你们对统战的定义跟我们的统战完全是大相庭径。他说美国从国家的层次一到县市啊，它都有统战部。我说那你们统战部干什么事情？他统战部是调和里面各部会中间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协调单位。那我们现在这边把它丑化成好像是一个匪谍的行为，要毒化你，这个分化你，或者是制造一些什么麻烦问题。事实上，这些台办跟统战部还有一点距离哦。台办是负责两岸交流的嘛，那你这边起先是制造一个没有军演的军演威胁，让全台湾吓得好像是30年来最大的军演。结果美国跟日本的消息就证明打脸是没有嘛。而且他那个画的区块都在东海，就是对日本那边的，那对台湾这边没什么嘛。所以我上次在电视上讲，这叫做装鬼吓人嘛。然后他装鬼吓人目的干嘛？就是来挡这个两岸论坛的嘛。好了，因为这是14年来的一个惯例啊。他还讲你没补件，蒋万安说我们都按照历年来的东西，还有哪样没补呢？那就是刁难。到最后呢，说哎呀，哪些人不能来啊？记者不能来，那个记者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所以台办的主任以前胡歌来的时候也来过了嘛。那这是为什么不能来？这充分说明民进党这个政府没有自信，那这些问题都处理不好。你知道两岸不交流，我们旅游业损失多少钱？多少的关店啊，旅馆也他妈住客率不到3成的4成，就很惨淡经营的。所以这个问题交流能够把台湾给干掉吗？清除掉吗？我相信不会。所以这个问题啊，
开大门走大路是当前政府该做的啊。至于刚刚你讲的无人机啊，是美国也在急起直追啊，因为谁都看得很明白，下一次战争的形态，无人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俄乌战场上初次投产的这些东西呢，只是炸毁你的车辆啊那种简单型的。现在大陆发展的无人机10几种啊，大的可以喷射型的、高速的，在这个很高的高空里面快速进行的，又察打一体的，小到手掌上可以放出来的，还包含地面的这个什么这个机器狼啊什么的，就是说无人机的发展已经是超过我们现在台湾人所有的想象，而且中国大陆也表演了一手，就是说他用电子干扰的手段，一次可以关掉你天上几十架飞机一起掉下来。就是说反制无人机的技术是未来国防一个重要的技术。台湾如果这个时候不急起直追的话，将来你面对的中国大陆是几百架、几千架的无人机，那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应付这场战争。对，你拿炮打吧，大炮打拳头打蚂蚁，大炮打小鸟，不能像你用枪打吧，你又石头打不动，所以你只有电子干扰这个上面你要赶快加油了。对，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双城论坛停办了5年啊，这一次是5年之后的实体来办，很重要啊，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啊。就我所知的话呢，全台湾100%的人要和平，不要战争啊，就像是萧旭晨讲的，我们要打球，不要打仗啊，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而且双城论坛是上海跟台北啊，对不对？大家谁都知道，台湾分南北啊，这个我觉得说是这里面，我觉得最荒唐的是，你本身来讲的话呢，你说陆委会也好啊，海基会也好。该做的事情不做，到头来的话呢，想尽办法阻挠，那你要干嘛？就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美国人也是希望两岸多交流啊，那你还是经过了核准啊，而且人家来的时候呢，确实是啊，很多的那个台商啊都在那边力表欢迎啊，就是君子有成人之美嘛。那你那个台湾激进党呢，更是莫名其妙，你跑到那边讲这些那些的，我跟你讲，你看了一下哈，你看了消息。这个美国学者他有一个很有名字这个他这个 Shelter 他有一个很有名字叫善学他是他的名字这个人是在 Pennsylvania 大学教书的，他本身的话呢，就是针对于台湾目前的情况，说你应该要把面对大陆的威胁一五一十告诉所有的人，还不是台湾人而已。现在的话呢，通通都不讲，他是讲说分成5个阶段，就是佩洛西来之前一个阶段，佩洛西来之后然后那个蔡英文碰到麦卡锡是一个阶段，那之后的话呢，选举又是一个阶段，然后这个赖清德的话呢，这个当选以后的施政作为又是一个阶段，所以这个5个阶段的话呢，很明显是演习的话呢，是资讯要透明，因为你开口闭口就要美国来帮忙，自己的小孩又不当兵，大部分的话呢，现在很多台独就是翘着脚叫美国人过来打仗，开玩笑啊，美国人哪里吃过这个气啊？那你现在的话呢，前一阵子为了要注意这个善学所批评的文章，赶快先弄造一个制造一个状况。说是什么列了什么叫做空域保留区这个名词我跟张静聊了一下，他还没听过这个名词所以说呢都很制造了非常多的讯息，让大家突然之间发觉，情势紧张，你狼来了，不该喊不喊，不该喊乱喊，结果出现了这个结果，导致于说我们目前为止很多这个激进党人对大陆乱判判断不正确人家明明是一件好事，来了住在金华饭店，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来这基本上就是说是跟就是私利往返，因为蒋万前阵子才刚去嘛，礼尚往来嘛，对不对？这是个基本的礼数，连这个礼数都不要了，然后呢，现在就是想办法阻挠的结果，你的目的是什么？那毫无目的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台湾人有150万人在上海那一带对不对？在那边从商什么的，那喜欢的人的话，喜欢的人可惜就没有办法投票获胜。你现在出现这个结果，我说句良心话，就是活该这是活该就是说你现在面对这种情况双城论坛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一个大陆的代表团到台湾不被侮辱的。前一阵子的话呢，又是那个宋思瑶啦、马龙胡歌什么的，没有一个不被侮辱的。你这样的情况还交流干什么？我看海基会可以废掉算了。好，吴老师。其实我们知道6月的时候，前上海台办主任钟小敏，他是上海文旅局长兼任台办主任，他跟胡歌来，刚才将军讲，对，这一次双城论坛的金媒被挡，还有9位记者也被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都是赖清德政府他们不断的想要再背一个这个双城论坛的一个手段啦。
当然，他要创造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创造一个斗的气氛。这斗的气氛就是两岸在至少还是斗，然后维持亲美抗中的一个路线，然后再维持一个就是地方跟中央不同调，这是我想这是很明显的，就是赖清德政府想要维持这个斗的气氛，唯有这个斗的气氛，它才能继续延续我们讲的，不管是亲美抗中、保台、爱台的这个概念上面，就我们抓住这一点就好了，抓住这一点就好。问题是，民调指出72.1%的台北市民想要双城论坛，而且64.8%都超过半数认为越危险越要对谈，所以这点是很明确，是民调希望有这种对谈的方式，有对谈的氛围，不要剑拔弩张。大家都想要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央要刻意制造这种对立？很明确的就是民主的机制下就制造对立，就让想要支持他的支持他，我们就很明确就知道是这样子。过去年双城论坛，蒋市长到对岸去，他说了，两岸的关系要像江河行舟，不应该是过尽千帆呐，对不对？也不应该认为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简单来讲，就是还是很多波折。今年他引用了琼瑶说，战争代表了流浪跟苦难。简单来讲，就是如果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对话用对话跟沟通的方式。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们在研究战争有很多方法，战争和平是一体两面。避免战争、维持和平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选择用刀、动枪、动兵，增加自己实力，威吓、结盟，我们这很现实主义的概念。或者是你可以代表一些我们讲的外交折冲、对谈交流这种比较自由主义的概念。其实我讲这是两条对抗的平行线他们都在互相彼此对抗，但是我们台湾就出现了这两种非常吊诡，在国际关系上面非常明显，彼此都不认同彼此的声音。我的概念是我们必须要两边都有你如果只有抗争，你没有对谈，那你就一路往我们讲战争的天性走去。如果你真的要积极的备战，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战争。这是美国学者讲的话。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外交斡旋、对谈跟交流的方式，缓和我们一直步向战争的边缘。双城论坛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江局长补充，我补充一下我前2天看到黄介正跟赵春山两个一个对话。赵春山是有名的中国通嘛，黄介正也当过陆委会主委嘛，也是美国通嘛。他们谈到就是说，陆委会里面很多人对两岸事情非常清楚，也很积极在做。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好像受到另外国安高层不具名的，他们推测就是像黑熊这些人所以就变成陆委会也想把这个两岸交流，要不然你设这两个单位干什么？陆委会、海基会，薪水还不错嘞。对，不是你也不要讲，人家也是对这个事情做了好多年没做事了，没做事是被拦的嘛。这一次搞得这么小鼻子小眼的事是另外有一帮人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把问题的真相慢慢看进去了，要不然你去设这个单位干嘛？第三个这个什么黑熊的啦，这些激进党青鸟跟青鸟了，这些会影响到赖清德，因为他如果失去了台独的立场，他就掌握不到他那一小部分的这个坚定的支持者，所以这背后里面很多东西影响。你我都没在海基会、陆委会干过，我才不要去，我才不要去。不是你要不要去这个是个业务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你对他们太好。